普京已经宣布不再对乌克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可是近期呢，有媒体就说呀，发现俄罗斯出现了一些异动，有分析就认为中国开始撤侨了，说明这情况危急。俄罗斯呢或将对乌克兰大打出手。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外界媒体这两天就连续的报道说俄罗斯出现各种异常的情况，有分析就认为，虽说这个普京做出了这个缓和的表态，但是实际上还是要做好这个很大的准备。就按咱们的说法来说吧，外边这些媒体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举了几方面的这个情况，这第一。他说，近日这7万俄军以联合防守的名义进入白俄罗斯，大量集结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边境地区，可以随时攻击乌克兰的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州。第二呢，俄罗斯这个局部动员征召的军人，除少数这个人员已经部署到一线之外呢，绝大部分最后将用于组建适合大兵团作战的合成部队。而且有分析称俄罗斯甚至将恢复这种军师团这个体制。第三，俄罗斯启动各大城市的防空洞和地下掩体，要求在10月18号之前必须把它腾空，而且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对这些设施进行检修。第四，这俄罗斯已经向伊朗订购了这个法塔赫110系列和这个佐尔法加尔近程弹道导弹就是在准备这些军火呢，准备这些武器呢。那除此之外这些媒体还真可以，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说这个你看中国呀、塞尔维亚、印度等11个国家最近陆陆续续突然的宣布关闭这个驻乌克兰的大使馆，或者是往回撤侨。那这些国家都是和俄罗斯比较友好的国家。你看这个双方俄乌冲突了，这都大半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那突然闭馆或者撤侨这可能意味着要出大事。总之，这些分析的最后结论就是俄罗斯的目的目前不只是要守卫它的新的这个领土，俄罗斯一定要来一个更狠的它很可能是全面的宣战，甚至它有打核战的准备，这核战危险又进了一步。其实一提到核战这个事儿，咱就知道这些分析大概的意思，它大概的风向，大概的节奏是怎么回事了。有关这些分析咱们还真是要冷静的看。当然，尽管普京做出了各种表态，它也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这种军事行动是很有可能是西方，也就是美国和乌克兰那边是需要的。但是这些消息和分析，他们现在做出的这种分析更多的是在引导舆论，在进一步渲染这个危险的气氛。咱们就说他提到的这些迹象，这1、2、3、4、5的这些一条一条的你说是异常吧，它是异常，但其实它也很正常因为俄罗斯想把冲突推到一个政治解决、进行谈判的阶段，但是美国和乌克兰这没法接受，特别是泽连斯基政府，就这样就可以了吗？那他怎么交代？乌克兰政府就会出问题的，这个他很难接受的。美国更是不愿意看到这战火就此而止马上平息他也在那儿非常谨慎的因势而动，待势而观他尽量煽风点火，保持这个冲突的继续就算是俄罗斯他不主动打，美国和乌克兰都有可能主动的去动手。那么作为俄罗斯肯定也在做各种的军事准备。你就比如说他提到了说这个俄罗斯出兵到了白俄罗斯这个地区在这边备战，那你这是确实要按你那个节奏的带法，你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准备要去对这个乌克兰的西北部这个发起攻击的迹象。但是即便是有这种计划，那也可能是为了要一个先发制敌，切断来自波兰的补给这本质还是一个主动防御。所以说这个同样的迹象你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你可以有不同的分析和结论，关键是要看你这是要往哪边带这个风向，带这个节奏，你怎么带了。不管怎么说，这些迹象的出现那确实是令人担忧的。不过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俄乌冲突走到了现在，确实非常的凶险，也确实有很多难以预料的事情它会发生，谁也不敢打保票。